当一国的部长在公开会议上不得不反复强调要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这不是信心的宣言，而是崩溃前的警钟。最近，国务院一句"守住规模性返贫底线"在全网炸开了锅，谁都听得出来，他们已经守不住了。3年前，中国官方报告曾惊人地披露，全国失业人口超过2亿，其中1半以上是无存款、负债生存群体。这意味着，在那个所谓共同富裕的口号之下，至少1亿人已经濒临生活崩盘。而到了今天，这个局面不但没有改善，反而雪上加霜。从2025年10月1日起，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主播等灵活就业者的劳务报酬将由平台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这项看似规范化的政策，却让无数打工人彻夜难眠。因为在中国，灵活就业者的月收入中位数不到6000元，而他们之中超过半数没有任何存款。一旦要被代扣代缴，那意味着每个月都可能直接吃不上饭。网络上，外卖小哥怒吼："我不偷不抢，靠双腿换饭吃，现在政府连我嘴里的饭都要扣。"这不是情绪化的喊话，而是2亿灵活就业者的绝望。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灵活就业者金融健康报告》显示，在约2亿灵活就业者中，有1.1亿人具备金融脆弱性特征。换句话说，只要一次生病、一次车祸、一次停单，他们的生活就会坍塌。报告指出，在调查的23万人样本中，55%为灵活就业者，他们普遍无社保、无住房公积金、无稳定收入来源。他们是外卖员、代驾、家政工、主播、小程序开发者、摆摊者，那些撑起了中国低成本经济奇迹的人。可如今，奇迹不在了，他们成了系统的牺牲品。更讽刺的是，阿里研究院预测，到2036年，中国灵活就业者或将突破4亿。也就是说，未来将有1/3的中国人活在失业与被剥夺之间。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答案只有2个字：没钱。看看中央转移支付的变化，15期间仅2.7万亿，到“15”结束，2020年激增至35.45万亿。“14·5”期间，2021至2025预计将突破50万亿。看起来钱越花越多，可增速却越来越慢，因为债务雪球越滚越大，中央也开始吃不消了。这背后是中国地方财政的全面崩盘，县级政府难以发工资，教育和医疗濒临瘫痪。过去靠卖地换来的财政血液，如今早已干涸。土地财政的盛宴结束了。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依赖土地出让金。房地产涨价，政府收税，开发商买地，地方有钱，靠卖地盖楼，靠盖楼拉动 GDP， 靠 GDP 换政绩。如今楼市熄火，连开发商都在破产边缘，地方财政就像一台失去燃料的引擎，嗡嗡乱响，却再也转不动了。于是只能继续伸手要钱。中央不给钱，我们就死给你看。这不是笑话，而是无数地方官员私下的口头禅。最近，湖南发起抢人才行动，全省政府部门几乎倾巢而出。为什么？因为湖南成了南方人口减少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年轻人逃离，企业关门，农村空心化，一个省的未来就这样一点点被掏空。抢人才的喧嚣背后其实是绝望，连最基本的劳动力都在消失。而人口流失带来的是地方税收更进一步的塌陷。没有人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税，没有税，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有媒体曝光，湖南部分县级财政已经连续3个月发不出全额工资，甚至连教师的工资都被拖延。教育、医疗、养老
这些基本服务都在摇摇欲坠。到2025年上半年，中国的税收几乎与2019年持平。6年过去，名义 GDP 翻了几倍，但税收原地踏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经济增长只是数字游戏，民间财富已经枯竭。中国政府的广义赤字率已逼近10%。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只能不断印钞、借债再借债。但印钞救不了信心，只会摧毁货币。最后，14亿普通人要为这场财政幻觉买单。当农业农村部长韩俊再次强调要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那不是一场政治口号，而是一声警报。网友讽刺，当他们说守住，其实就是已经塌了。这句话让人毛骨悚然。一个国家的底线不是 GDP 数字，不是城镇化率，而是老百姓能不能吃上饭，能不能活得下去。现在底线已经裂开，返贫的洪水正从城市的边角、乡村的沟渠一点点往上漫。这场返贫潮比任何天灾都更可怕，因为它不是突发，而是被制造的。很多人仍然抱着最后一丝幻想，中央不会让老百姓饿死的，但现实却在残忍地撕碎这种信念。中央财政看似强大，其实早已债台高筑。2025年，中国政府的隐性债务总规模已突破9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GDP 的73%。这还不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城投债、政策性银行的灰色负债。而中国的广义货币 M2 已经突破310万亿人民币，意味着每个中国人头上背着超过22万元的货币债。货币越来越多，钱却越来越不值钱。在这个体系里，所谓的兜底其实就是印钱。印出来的钱先去救银行、救国企、救地方债，真正流到老百姓手里的永远只是零头。于是你看不到通胀，却能感觉到一切都在涨价，唯独工资不涨。菜价、房租、学费、医保缴费、取暖费涨得让人喘不过气。可外卖骑手的单价越来越低，主播收入被税收吃掉，小商贩被赶走，工厂用工荒的背后是大规模的裁员。表面上是一场稳经济的行动，实质上却是全民被动返贫的倒计时。从2024年开始，中国的财政危机已经从账面蔓延到了现实。县级财政发不出工资，公立医院欠债累累，教师被迫义务代课，公交线路被取消。在江苏泰兴市，公交公司因财政断供宣布停运；在河南周口，教师工资拖欠半年；在贵州多个贫困县，卫生院因断电停业。所有这些局部事件拼在一起，就是一个正在瓦解的国家机器。过去政府能靠卖地发钱，现在地卖不出去；过去企业能靠贷款续命，现在银行不敢贷；过去民众还能靠兼职补贴生活，现在兼职也要被扣税，连喘息的空间都没了。因为这次不只是穷人返贫，而是中产坠落，房价下跌，财富蒸发，股市惨烈，基金爆仓，企业裁员，社保中断。一个原本月薪1.5万的白领，3个月后可能就成了送外卖的骑手。这不是个例，而是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仅增长2.1%，为近10年最低。而同一时期，居民家庭负债率却攀升至创纪录的66%。换句话说，钱没多赚一点，债却越背越多。在这样的现实下，返贫不再是个农村问题，而是城市问题。城市中产成了新时代的隐形穷人，他们住在按揭房里，开着贷款车，孩子上着补课班，表面风光，实则一场信贷幻觉的奴隶生活。
当中央喊出守住底线，当部长不断开会强调不能返贫，这不是在部署工作，而是在挽救信任。问题的核心不在钱，而在权力。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央集权下的地方竞争，一切资源归中央，一切负债留地方。地方财政破产，中央就给补助；中央没钱就印钞，印出来的钱再流向权贵国企，国企再垄断市场，压榨民企，最后一圈一圈的剥夺，全压在普通百姓身上。当体系的根已经腐烂，再多的政策调控都只是粉饰。